这是一艘比月球还大的战舰，只需要一次攻击，它就可以收割地球上的所有生命，而人类只有一次机会来阻止它。早在15年前，外星收割者降临地球，他们摘取人类大脑，去除意识，然后用来驱动生物装甲。短短不到1年，人类数量急剧减少了数十亿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阿珍的女孩出现了，她在外星飞船上出生，被蓝光辐射后发生了变异。在一次大战后，阿珍利用体内的能量解放了地球上所有的驾驶员，恢复了他们被抹去的意识。在之后的15年里，阿珍和驾驶员弟弟阿龙带领人类联军清扫了地球上的收割者，实力大损的外星人坐不住了，他们启动了终极武器无敌战舰。在敢死队的拼死掩护下，阿珍抓住机会启动太空气炮，彻底终结了所有的收割者。战争结束后，阿珍功成身退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但不久，怪事再度发生，地球上出现了一种神秘病毒，被感染的驾驶员变得十分狂躁，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。就在阿珍和医生研究病毒的时候，军方的人冲了进来，他们带着阿珍来到了秘密军事基地。将军告诉他，感染病毒的驾驶员越来越多，他们迟早会和人类爆发战争，争夺地球主权。现在只有无敌舰上的驱动核心才能治愈他们。经过多年探索，将军终于找到了他的下落，就在10亿光年外的古星上。为了确保人类能够延续下去，将军组建了一支小队，准备去古星上执行任务。而阿珍就是最关键的一员，因为只有他才能分离驱动核心。听到这儿，阿珍当即决定加入小队。第二天，众人启动飞船直奔古星。进入太空后，阿龙一脚油门直接钻进了空间虫洞。半分钟后，众人来到了10亿光年外的古星。这时，突然一艘游离的外星战舰撞到了飞船上面，飞船失控偏航，一头扎进了古星大气层。没有办法，众人只能紧急迫降。一阵颠簸过后，飞船终于停稳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随后，阿珍等人穿好装备，走出飞船，开始寻找驱动核心的具体位置。很快，探测器接收到了信号，驱动核心就在前面的山洞里。可众人却不知道这里面还隐藏着巨大的危险。这里有一种变异的外星生物，它没有眼睛，浑身笼罩着一层烟雾，只有火焰才能把它们彻底杀死。冲上来的外星生物越来越多，小队陷入了苦战。眼看队员就要被偷袭，关键时刻阿珍的能量弹却打偏了，下一秒队员就被外星生物打成了重伤。为了掩护其他人逃跑，队员毅然引爆了电磁炸弹。霎时，恐怖的高温瞬间清空了附近的外星生物。逃出来的阿珍等人终于在山洞深处找到了无敌战舰的驱动核心。这时阿珍注意到了一张铁片，这玩意儿很明显是人类制造的，可在此之前，人类根本没有登陆过古星。就在这时，数不清的外星生物又追了过来。见此情形，阿珍赶紧指挥队友往光束里跑。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这些外星生物看不到光束里的东西。可没过几分钟，光速就消失了，所有人再次陷入了黑暗之中。紧接着，外星生物又围了上来。就在众人准备破釜沉舟的时候，将军的支援赶到，在无人机探照灯的掩护下，众人来到了驱动核心的外层。随着阿龙打开大门，驱动核心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。随即，阿珍走上前去，利用体内的能量去对抗防护罩。很快，防护罩消失，驱动核心变成了一颗光弹。可下一秒，它就被传送走。与此同时，阿珍的眼睛变成了蓝色，臂刃上也发出蓝色的光芒。当同伴被控制住后，他立即转身跳进了操控台。很明显，阿珍这是在破解防护罩的时候被收割者同化了。阿珍来到了一处地下空间，在这里，他见到了收割者的首领。阿珍之所以被他同化，就是他在背后搞的鬼。首领要利用这个最强大的女人，配合驱动核心反攻地球，延续自己的种族。外星人首领伸出2条触手，吸附到了阿珍的太阳穴上。很快，阿珍就被洗掉记忆，彻底变成了外星人的傀儡。就在这时，阿珍的弟弟阿龙赶到，抢走了驱动核心。在外星首领的控制下，阿珍对着弟弟大打出手。几个回合后，阿珍的臂刃被打碎了。见此情形，外星首领亲自出手，看着弟弟被惨灭，阿珍终于恢复记忆，想起了自己是谁。随即，他一记能量炮直接轰开了手里的触手。紧接着，阿珍带着驱动核心和其他队友成功汇合。就在众人要撤出山洞时，将军安插在队伍里的手下突然偷袭阿龙，抢走了能量核心。紧接着，他又引爆炸弹，破坏了洞口，把3人困在了里面。没有办法，3人只能另寻出路。这时，阿珍注意到了地上的标志，这表明附近存放着巨型生物机甲。就在阿珍去寻找机甲的时候，大量的变异外星生物朝他们袭来。关键时刻，阿珍驾驶巨型机甲出现，轻松干掉了所有的变异生物。还没等喘口气，阿龙却突然失控，原来他也感染了神秘病毒，因此阿珍只能暂时把他关进机甲内部。不久之后，他们走出了山洞。这时，一个巨型弹坑出现在了2人面前。再联想到那张铁片，阿珍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将军的阴谋。那些变异生物正是被感染的收割者，将军要把地球上所有的驾驶员全都变成只知道杀戮的怪物，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利用驱动核心的能量将其消灭，进而称霸地球。随后，将军驾驶飞船来到了近地轨道，他启动歼星炮对着古星发动攻击。下一秒，整颗星球开始土崩瓦解。眼见情况不妙，阿珍驾驶机甲踩着崩飞的巨石一路往上冲。几分钟后，他
他来到了太空，随即阿珍利用机甲的右臂喷射出能量，借助反作用力调整方向。紧接着他又射出触手抓到飞船上面，随后三人顺着通风管道回到了飞船内部。可众人没想到外星首领也跟了进来，将军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接饮恨西北。赶来的阿珍和外星首领打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飞船进入了空间虫洞，队员被吸到量子防护罩上，直接被消融殆尽。这时外星首领伸出触手缠住三人，准备把他们甩到量子防护罩上。看着命悬一线的姐姐，阿龙终于恢复了理智，他松开手抱着外星首领，径直冲向了量子防护罩。外星首领首先被融化，而阿龙也被消融了大半身子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阿珍爆发出强大的能量，直接轰破了防护罩。阿龙保住了脑袋，因为他的身体是生物装甲，所以阿龙并不会死亡。不久后，他被嫁接到了另一具躯体上。现在他们要去救治那些被病毒感染的驾驶员了。历经10年，天际浩劫系列仍然没有终结。该系列内容从科幻灾难、科幻动作再到科幻碟中谍，可谓是跨度极大。整体来说还算不错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原片。